大家好，这里是盗物阅览，带你透过古人的眼睛看清今天的世界。我们一起深度拆解古为今用的智慧。书接上文，63韩章可贞，祸从王室，无成有终。职场老二的深藏不露，爻辞与象辞的硬核拆解。63的位置很有趣，它是下卦的最高点，处于人的位置，也正好在下卦和上卦的交界处。孔子说这个位置是阴居阳位，柔中有刚，但也容易招人猜忌。韩章，章是才华，是功勋，韩就是含藏，别显摆，你有本事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别天天挂在嘴边。祸从王室，祸字很精妙，就是说你现在是个辅助者，不是那个一把手。无成有终，不去抢那个成功的名头，但一定要把事情做圆满。哲理解析成全别人的艺术，这一爻讲的是谦顺之道。在坤卦的逻辑里，地要辅助天，63就像一个很有能力的副手或中层，你的价值在于成全领导、成全项目。真正的聪明人懂得把光芒让给主事者，就像大地辅助天空，万物长得好，功劳是天的，但实惠也承载万物，是地的。历史与现实案例，张良的生存法则。张良帮刘邦打天下，才华够不够？绝对够，但他从不居功。刘邦封他万户侯，他只选了一个小小的刘县。最后刘邦杀功臣，唯独张良得以善终。这就是韩章可贞，无成有终的最高境界。我有大功，但我不需要那个名，所以我能保住那个命。象辞的潜台词，以时发也。象曰：韩章可贞，以时发也。祸从王室，之光大也。咱们前面讲了63要含藏，要收敛，但很多聪明人会问，我这一身本事总不能憋一辈子吧？憋坏了怎么办？易经的象辞给出了答案，以时发也。什么意思？含不是为了埋没，而是为了等待那个最精准的时。孔子在宣圣讲义里提到，坤卦是代天成化，这意味着你的才华发不发挥，不取决于你想不想显摆，而取决于事情需不需要你。就像大地，它平时默默无闻，但到了春天，它一定会让万物破土。如果你在冬天就急着显摆，提前发力，那就是为时，不仅事不成，反而会冻死。哲理总结，最高级的显摆是非你不可时的当仁不让，最愚蠢的显摆是为了显摆而做画蛇添足。占卜解析，当你抽到63变爻，如果你问世抽到这一爻，而且它是变爻，意味着这一爻要动，那卦象就从坤变成了地山谦。谦坤暗示你现在的事业或感情正处于一个功高震主或者锋芒过盛的临界点。占卜断语，目前千万不要争第一，不要去抢那个名分。如果你是副手，这预示着只要你把功劳推给上司，你最后得到的实际利益中反而会远超你的预期。63变爻问名誉与地位，功成不必在我。如果你问能不能升职，抽到了63变爻，断语宜守不宜进。解析63是多忧之位，变卦为地山谦，实战策略，这是一个典型的2把手签。如果你想去抢1把手的位置，必败；但如果你能含章，把功劳归给团队和领导，你的地位反而会因为这种签而变得牢不可破。记住，现在是攒人品的时候，不是领奖金的时候。职场启示，如果你正在跳槽或谈加薪，这一爻告诉你，别谈你有多牛，要谈你如何能帮老板更牛。63在尴尬的位置上做最优雅的人。咱们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最难受的就是半吊子位置，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中间还夹着复杂的利益。这对应的就是坤卦的63。孔子在宣圣讲义里说，63是人爻，重点讲的就是人道。这个位置处于内外之交，阴柔的本质却踩在刚硬的位置上。你若是想争，容易治乱；你若是想躲，位子又不允许，那该怎么办？圣人给了4个字：含章可贞。含章的内涵，你的才华要懂得包边。含者容也，是一种胸怀，你能容得下别人的优秀，也藏得住自己的锋芒。章者文也，是你的才华勋章美丽的文采。核心逻辑，坤道是辅佐天的，所以你即便有满腹经纶、滔天功劳，
也要含起来。这不是让你装傻，而是让你不满意。有才而能含，才叫含洪光大。可真的修养，嫌疑位上的定海神针。为什么六三强调可真？孔子点出了一个真相：六三处于嫌疑之位，你离最高层千位太近了。作为下属、妻子或助手，如果你不懂得守正，真很容易引起主事者的猜忌。真以守内，当你身处瓜田李下的时候，内心的纯正就是你最好的护身符。以时发也，象传里这句话最妙。你的才华不是不发，而是要看时候，什么时候该显露，当整体利益需要你的时候，什么时候该隐藏，当个人名声盖过主帅的时候。人生锦囊，所有的含都是为了在最合适的时机完成最惊艳的发。或从王室，二把手的自由度。这里的或字被孔子解读出了极高的智慧，动静随心。或意味着一种选择，如果你想清静，那就守住安贞之极；如果你想干一番事业优王，那就去追随你的王，领导事业理想。王室的广义化，这里的王不一定是皇帝，你的老板、你的丈夫、你的导师，凡是你能服主的主体，都是你的王。占卜启示，抽到这一爻，说明你现在不宜单干，你需要找到一个强大的乾卦主导者，去顺应它，配合它。无成有终，坤卦最伟大的代劳智慧。很多现代人听不得无成两字，觉得辛苦半天没成就，那不是白忙活吗？孔子在这里给出了最高级的心理按摩。无成，不自先行，不是事情不成，而是名头不属于你，功劳不抢在前面。有终，大夫天也。大地不自吹自擂说我创造了生灵，但生灵最后是在大地身上长成的，这就是代终的艺术。你把事情办得圆圆满满，有终，但名义上的成功归给领导，无成。看起来你亏了，实际上你通过这种顺承赢得了长久的信任和无可替代的地位。现代职场启示，功劳簿上的隐形冠军。现在的职场大家都在抢功劳，但你看那些活得最久、走得最稳的老法师，个个都是含章可征的高手。如果你是副职，你的才华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不是用来证明你比正职聪明的，这叫含章。如果你是创业合伙人，别计较谁的名字排在前面，只要项目成了，有终，利益自然有你一份。如果你在家庭中，夫妻相处也需要这种智慧，成全对方的成就感，其实是在稳固自己的大后方。总结一句话，坤道不争先，但坤道必有终，先迷后得。只要你顺着那个主，你终将得到属于你的朋。六三爻的人际占卜实战，如果你现在正为一段关系或一个项目感到纠结，抽到了六三变爻，问合作，对方很强势，刚，你需要柔顺的配合，柔，只要你能忍住初期的被忽略感，最后的结果会非常理想。问名誉，现在不是你出名的时候，把光芒收起来，扎实做事，你的价值懂的人自然懂。核心断语，从人而急，自专则凶，跟着牛人走，不仅有肉吃，还能保平安。阴阳错位的火花，为什么六三叫含章？孔子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级的审美，相交成文，相杂为章。坤卦是阴柔，而三爻的位置是阳刚，这就是阴居阳位。这种错位不仅不是坏事，反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大地的柔顺遇到了天的光芒，就像彩虹的交织，这就叫章。哲理深度，含章不是让你把才华藏得死死的，而是让你把才华与领导的意图、环境的需求混写在一起，不显得突兀，却又灿烂夺目，这叫内秀而外敛。无成有终，终在何处？终在五爻。很多人读无成有终，总觉得这是一个悲剧，但宗主附注里点破了真相。终成乎五爻也，你的努力三爻最终会在老板、在平台、在结果五爻上显现出来。非不成也，不自先行也，不是你没干成，而是你不抢头功。非有终也，成天而行也。你通过成全平台，最终达成了自己人生的终极圆满，这就是代成哲学。
聪明人明白，只有平台成了，自己才算真正成了。抢功的人自先，往往没有终点；成全的人厚德，往往万古长青。洪教附注：人是半个地，半个天。最后，我们来看洪教附注中那段让人深省的话：人以天地之道之和为本，一半属地，一半属天。体用关系，坤卦就是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执行，是我们在后天世界生存的依靠。终极归宿，乾卦是我们的灵魂，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孔子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你不能离开大地的规矩、地道去谈理想，否则就是空中楼阁；你也不能埋头只看大地，否则你只是死土。修行之路由坤执行顺承而归于乾，自由永恒，都是在教你如何在大地上走出一条通天之路。行地而成于天，由坤而归于乾。愿你在这躁动不安的世界里，拥有一颗大地的内心，不急于求成，不贪图虚名，在默默的耕耘中，等待属于你的那场坚冰消融，万物生发。这就是大地的智慧，这就是人生的顺承之道。